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10月24号。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先谈呢这个抗美援朝70周年，中共呢在星期五呢召开了一个抗美援朝高调纪念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这个抗美援朝的大会。因为在普通中国人心目中呢，总认为呢抗美援朝是中国战胜美帝国主义的一次巨大胜利。每次中国要激励中国草民，共产党要让草民们调动起打击美帝国主义这种爱国情绪的时候，他们就会把抗美援朝就把它拉出来了。然后就是上甘岭啊，那个一条大河啊，什么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啊，这个共产党这个宣传机构就开动起来了。那么习近平在上个礼拜五专门出席了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在这个大会上呢，习近平呢居然说了这么一段话，他说让世界知道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这是习近平在这个大会上讲的话，很多人都觉得习近平讲的话好像很土气啊。习近平这个话哪来的？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话呢？结果别人把他一翻，这个话呢来自于毛泽东在1953年，也就是当时抗美援朝刚刚那时候交战还没有完全结束的时候，那时候毛泽东在中央委员会上面一次会议上的讲话，这个话呢被收录在呢毛泽东选集，在毛泽东选集的103页里面呢可以查到。实际上这是习近平模仿毛泽东说的这个话。那么这个话毫无疑问来讲就是对美国人说的。习近平为什么这个时候要对美国人说这个话呢？习近平很清楚，美国的大选还有10几天就要开始了，这次大选一定是川普总统能够胜选，而川普的当选就意味着共产党的灭亡。我讲这个话很多人是不信的，认为川普当选跟共产党灭不灭亡没什么太多关系。我可以告诉你讲啊，川普是这么多年来美国产生的这个总统里面唯一不按照这个政治套路出牌的，也就是华盛顿的沼泽是要被川普排干的。川普是根本不管你什么政治正确，他这个排干沼泽反对政治正确绝对不仅仅是动了民主党的奶酪，是粉碎了民主党一贯政治正确的这种腔调，同时对建制派对共和党建制派也是一个打击。你可以看到民主党的各个大佬都在为拜登拉票，尽管拜登已经一个老朽，家族腐败那么严重，但是民主党的大佬无论是克林顿啊、希拉里啊、奥巴马，他们个个都是为拜登拉票的。你见过几个共和党的大佬为川普拉票的话？共和党里面的大佬基本上都是排挤川普的，也就是川普现在的做法也动了共和党建制派大佬们的蛋糕。所以说共和党里面这些大佬们一直是反对川普的。 If Biden wins, China will own the United States. Will own it. The media and the big tech are desperately trying to cover up this massive scandal. I'm not just running against Sleepy Joe Biden. I'm running against the corrupt media. They're corrupt. The corrupt media, the big tech giants, and I'm running against the Washington swamp. It's time to send a message to these wealthy liberal hypocrites by delivering Joe Biden a thundering defeat on November 3rd. 所以说川普多么不容易，一个两党都反对的这么一个竞选人，不但是担任了第1届总统，还要谋求连任。那么川普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排干沼泽，他要打击这些所谓政治正确的势力，对于川普来讲是非常不容易的。那么也就是靠正义赢得了川普的选举。那么川普的选举一旦赢得以后，毫无疑问来讲，像中共这种专制邪恶的政权，100%是在川普的打击之中。只不过这个打击呢，在川普连任之后，这个连任的第2任总统的这个任期呢，肯定比第1届总统任期呢打击的力道要大得多。本来在川普总统第1任的任期，大家已经看到嘛，首先是贸易战，贸易战对中共就是有很大的打击。其次是什么？其次是在香港问题上面，把香港已经完全划归跟中共一模一样的城市，香港的自由港、香港的特殊地位完全取消了嘛？这毫无疑问来讲，就是对中共的第2个打击，也就是中共在香港强加了国安法以后，美国没有坐视不管，美国是把香港过去美国给香港的所有金融优惠的各种贸易地位，香港的特殊金融地位全部取消了吗？这是对中共的第2个打击。第3个打击就直接是取消了休斯顿大使馆啊！你看看美国那么多总统建交40年来，1979年跟中共建交以来，美国那么多任总统，哪一个人把中国的大使馆取消的？不就川普总统把中国大使馆取消了吗？
那么抓捕的所谓千人学者了，抓捕的那种军人冒充学者，然后以千人欺打的方式混入美国的，类似于像唐娟这样的解放军军官，这个抓捕了已经很多人嘛，这不叫打击吗？那么你的打击是什么叫打击呢？你们认为就是把中南海把无人机开过来，把中南海的人斩首，共产党现在摧毁，共产党崩溃？你别急啊，有一个量的积累啊，量的积累才达到质的变化。所以说，习近平心里面很清楚，川普总统连任，共产党的末日就快到了。因此呢，在这个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上，他们高调的纪念打败美帝国主义，取得所谓抗美援朝的胜利，把这个话就是讲给美国人听的。但是抗美援朝真正是谁胜？你听共产党愚民中国的老百姓，中共死了多少人啊？中共死了将近100万的志愿军，而人家美国才死几个人啊？你胜你是究竟是你胜还是美国人胜啊？说是中共打败了美国不可战胜的神话，这个话讲的简直可笑至极。美国从来没有塑造过他们不可战胜的神话，美国在多次跟其他国家作战的过程中，美国从来也没有塑造过他们不可战胜的神话，被别的国家打败的历史都有，包括加拿大，包括日本，跟美军作战的情况下，日本也好，加拿大也好，都有先后战胜过美国的这个案例。所以说，美国从来没标榜过他们自己是不可战胜的神话。至于朝鲜战场上，你中共志愿军付出了上百万志愿军战士的生命的代价，最终什么？最终也不是说美国退到38线，也就是说，美国当时他的这个战略，也就是只要在38线以南由美国管控，成立一个南朝鲜国家，就是现在的韩国，美国固守住38线，美国就算赢了。那么中共当时是什么想法呢？中共当时想法就是扶持金日成政权，那么在北韩建立一个金日成的共产主义的专制的邪恶政权。那么中共这个目的达没达到呢？也达到了。所以说整个韩战根本就谈不上，从战争的结果上来讲，美国中国大家都各如其愿。那么至于朝鲜战争，因为这个70多年前的这场战争导致了朝鲜半岛完全分离，今天韩国人民过着幸福自由民主有尊严的生活，而北韩呢，除了穷之外，更重要的是什么？北韩人民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言论都完全是受到禁锢的。中共呢，现在就模仿朝鲜，习近平就要把中国大陆朝鲜化，也就是在习近平领导下，最终中国大陆它现在已经越来越靠拢朝鲜。所以他们现在宣称什么在韩战中，在朝鲜战争中打败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他就是给草民打气，就告诉草民们，朝鲜市场很好，我们就向朝鲜看齐，也就是中国大陆的民众，你们最终你们的生活就会跟朝鲜民众一样。不要看你们今天的日子比朝鲜人民过得稍微好一点，但是你这个好日子很快共产党就可以让你结束，共产党可以一夜之间让你们从你们现在的生活回归到你们当年吃草的生活。这就是中共现在率领着草民给草民们打气，然后要战胜美帝国主义，他们最主要的一个政治目的。那么这个政治目的毫无疑问跟美国的大选有关，因为呢中共呢它是无法遏制美国的大选，尽管呢他们做了大量的破坏，但是这些破坏根本不能影响川普总统和川普总统整个竞选团队在美国选民中的威望，因此川普总统的选举仍然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彭斯副总统就提前回到他的家乡进行了提前的投票。美国大选投票呢，在今年呢，在目前这个提前投票统计的记录里面呢，已经看出来，已经创立了100年之高，就是近100年来美国民众投票的积极性和投票率啊，都没有像本届大选投票那么高。现在离美国大选只剩10来天了。那么彭斯副总统和他的夫人星期五呢，就回到他的家乡印第安纳州，然后呢举行了提前的投票。周五，美国副总统彭斯和第二夫人凯伦来到家乡印第安纳州的投票站，进行了提前投票。Great honor and great to be back home again. 为了避免大选日投票站过度拥挤，美国各州都有允许选民提前投票的政策。据非政府组织美国选举专案的数据，截至周四，全美已经有4500万选民投出了选票，这个数字是上一届大选同期的近8倍。在德克萨斯州，现在投出的选票就已经达到了该州上一届大选总票数的70%。I mean, it's our future. It's all of our futures. This is what our forefathers fought for. 而在华盛顿州的国王郡，注册选民的投票率预计最终会达到90%。We also have 2 weeks to go before election day. It is record-breaking, and in 20 years as an election administrator here at King County Elections, I've never seen anything like it. 今年大选提前投票人数远高于往年，固然有疫情因素，但专家认为这也体现出选民的投票热情空前高涨。美国选举专案主任迈克尔·麦克唐纳预计，2020美国大选最终的投票率会达到65%，这将是自1908年以来的最高。
选票安全也是今年选民关注的焦点。在已经投出的4500万张选票中，3200万张是邮寄投出，1300万张是亲自投出。在关键摇摆州俄亥俄州，很多选民对邮寄选票抱有疑虑。We've seen, large numbers of Ohioans that don't trust the mail now and feel that they have to drive to their board of elections to submit their absentee ballot. 不过，对有些人来说，无论邮寄选票还是亲自投票都不现实，因为他们的选票来自太空。美国航空航天局宇航员凯特·鲁宾斯周五在国际空间站通过特殊的电子选票投下了他的一票，选票将被传送回休斯顿的地面控制中心，并转交给当地的选举站。从目前各种投票的统计和分析来看，美国选民今年的投票热情呢，可以讲叫空前高涨，投票率已经创下了100年来的最高。那么这个提前投票里面，川普总统他赢得了多少票呢？因为现在票还没有统计，现在不可能把统计选票拿出来，只是选民们的热情，大家可以初步做一个判断。也就是目前来讲，拜登他这个儿子亨特·拜登这个电脑笔记本所透露出的这个邮件门啊，所反映的这个拜登家族的腐败啊，对拜登的选情可以讲是沉重的打击。但是呢，这个沉重的打击呢，媒体是集体掩盖的。媒体掩盖这个过程中，也就是根本不谈拜登和拜登儿子他所泄露的这个电脑笔记本门，他本身邮件所暴露出来的各种腐败内容，而是媒体呢一直去抹黑朱利安尼，就抹黑爆料人，把爆料人呢说成是俄罗斯的间谍。Joe Biden, as you've been reading for the last 4 weeks, although it's hard to find because they shut it down, you've learned how corrupt the press is more than what I've been saying for 4 years. I've known it, I've said it, but I don't know how many people believed it. You see how corrupt they are when the New York Times and the Washington Post and all of these other, they don't even write about a man who is a totally corrupt politician. He's a corrupt politician. In addition, he let communist China plunder your jobs while his family raked in millions from China and foreign nations. Think of it.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而美国的司法部门呢，也就是政府部门在干什么呢？你司法部长巴尔，你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你们在干什么呢？他们俩都保持沉默。包括川普总统都要求司法部巴尔要立即成立一个专门的调查组，安排特别检察官马上调查拜登和拜登儿子亨特·拜登的这个电脑笔记本里面所流露出来的所有腐败的这些邮件。但是呢，巴尔呢充耳不闻，他到现在就没有做出任何行动。克里斯托弗·雷更是大量的隐瞒 FBI 已经掌握的证据。所以说，这两个官员虽然都是川普总统深得信任，然后把他们任命为他们重要的职务，但是这两个人完全是辜负了川普总统对他们的信任。所以我本人判断，整个大选结束，不论川普总统当选还是不当选，哪怕川普总统就是败选，他这个总统的任期结束也要到明年1月份啊。因此，川普总统在他任期结束之前，一定会解职巴尔，一定会解职克里斯托弗·雷，因为这两个人完全是辜负了川普总统的信任，而且在关键的时候没有对美国人民负责，没有把他们手上掌握的重要的证据让美国所有的选民清楚拜登的这个腐败。虽然川普总统他在多次机会上面都把无数的拜登家族腐败的内容告知广大选民，但是作为政府的权威机关，应该拿出一个权威的结论，应该立即成立特别检察官来调查这件事。你调查出来真实的事实，向美国公民公布的话，才是对美国民众负责任的态度嘛。Explosive emails from Hunter Biden also show that Hunter was negotiating with a Chinese firm tied to the Communist China Party to receive $10 million a year for introductions. Well, that sounds reasonable. I think you'd do that. I think I'd even do it. 10 million to introduce. Hey, I'd like to introduce it. Send me the 10 million. Another email referenced 10% held by Hunter for the big guy. I wonder who the big guy was. The big guy. He doesn't look so big to me. He doesn't look so big when he walks on the stage. He's not looking too strong. Fragile, very fragile. But the big guy, they call him the big guy. One document shows a plan to take money from Chinese state-owned enterprises, with pictures and all. This is a matter of national security. The Bidens got rich while North Carolina and our country got robbed, okay? 对于这个硬盘门，左派所有的媒体，
包括拜登的阵营，他一直用俄罗斯散布谣言来搪塞嘛，一直用抹黑朱利安尼的这种方式，指责朱利安尼是俄罗斯的代理人的方式来回避整个这个腐败事件嘛。但是你看到亨特·拜登和中国华信公司成立的这个投资公司，这个里面的 CEO 叫波普林斯基，波普林斯基他站出来揭露硬盘门里面他自己所掌握的所有的事实，一下子就验证了硬盘门邮件里面的真实性嘛。所以到了这时候，波普林斯基站出来，你就没办法再指责朱利安尼是俄罗斯间谍了哇！人家波普林斯基3代美国军人的历史，从他的爷爷到他的父亲到他本人，3代都为美军服务，而且他本人是一个民主党的支持者，他们家族还有他本人多次给民主党捐款。 I've never been political. The few contributions I have made have been to Democrats. Tomorrow, I will be meeting with the Senate committee members concerning this matter, and I will be providing to the FBI the devices which contain the evidence corroborating what I have said. So I will not be taking any questions at this time. I will not be taking questions at this We're going to time. ask them anyway. Can you tell us a little bit more about this evidence that you're giving to the FBI? The evidence sits on these 3 phones. I don't want to go into anything any further. This will all be discussed with Senator Johnson and his committee, and the American people can decide what's fact. Who paid for you to be here? Who paid for your expenses to be here? Thank you. 他始终是支持民主党的，因此他站出来揭露这个阴谋，根本跟党派之争无关，他只是要把事实还原于天下。所以波普林斯基站出来，主动的揭露拜登这个腐败门里面所有的事实，一下子就摧毁了把朱利安尼认为是俄罗斯间谍的这种谎言。同时，波普林斯基他本身是民主党的党员，又支持民主党，又多次捐款给民主党，说明他根本就不是为了他的党派利益帮助共和党说话，而仅仅是为了还原事实。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拜登这个腐败家族，他这个家族腐败的这些事实，根本就不需要再做过多的解释。我相信美国民众都有自己的判断力。像拜登这么腐败的一个家族，利用自己权力，然后给自己的儿子中饱私囊，一年光介绍费就拿1000万美金的，像这样的一个腐败家庭，他怎么能去当选美国总统呢？他自己的家都管不好，他怎么去管理国家呢？那么大选一边是在进行。那么美国对华战略，美国对中共的打击策略一点都没有松。美国国家国安委他的副助理叫伯明，伯明他应英国的一个智库的邀请，他在昨天他在英国这个智库上面用汉语用中文发表了他自己的一个演讲。这个演讲基本上就是回顾美国和中共打交道以来，中共对美国的欺骗。他在这个演讲里面特别强调了中共的所谓的统战手段。他回顾了中共国共内战时候，当时中共是怎么去战胜国民党的。他说，中共战胜国民党不完全是凭他的军事实力，最重要的就是他的统战工作。中共通过他的思想渗透和他的资讯操弄，通过拉拢和收买国民党的精英，破坏了国民党的权力基础，最终呢，他赢得了政权。没有任何政权比中国共产党更有能力去影响他国的政策以及国外民众的认知和选择。说真的，我们早该料到这一点。中共取得内战的胜利，并非完全得力于军事战斗力，而是借助其在思想意识以及实际行动上对敌人的渗透和操弄。这就是为什么当下中共的领导人狠抓统战工作的原因。统战工作的主要特征是不透明，顾名思义，奥秘就在名字里。统一战线是一个在开放社会找不到同类的概念，中共领导人把它称为法宝。只要统战需要，9000万党员都必须支持。中共统战部门干部的数量是美国国务院外交人员的4倍。中国外交部负责与各国政府进行外事活动，统战部则在搜集他国情报，对海外居民施加影响。他们专门关注
外国的精英阶层和机构。实际上，统战人员是集情报、宣传和心理诱导于一身的通才。原来，心理诱导的原材料就是大数据。这就是为什么中共给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外国公民建立了数字档案。根据上个月披露的材料，一个中国数据库中包含了超过240万个外国公民资料，包括许多今天在线的各位听众。这说明中共将传统的列宁主义与强大的数字监控新工具相结合的宏大部署。所以说呢，中共当年他击败国民党，他获得政权是用他这个所谓统一战线的方法。今天他对付西方仍然是用这个统一战线的方法。所以说，伯明就一针见血地给中共指出，中共现在对海外的渗透就是他的一个统一战线，对美国对西方的一个扶持拉拢，然后通过他这个红色意识形态的渗透，用统战的方式，最终把美国的政要拉下水，把美国的精英拉下水，然后起到颠覆西方、颠覆美国民主国家制度的这个目的。所以，伯明作为一个美国曾经在中国多年任职的一个记者，对中国共产党的残酷非常的了解。现在出任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副顾问，他完全了解中共是一个什么手段，在颠覆的世界，在颠覆的美国。对于伯明揭露中共当年用对付国民党那一套，现在来对付西方的这个言论，中共呢可以讲叫恼羞成怒。环球时报的总编胡锡进，他马上就发文称，美国国务院有一个叫余茂春的，国安委有一个伯明。前面的这个人是一个英文通，后面这个人是个中文通。现在美国高官不断地炫耀他们懂中国，他们对中国真正懂吗？所以胡锡进是嘲笑余茂春和伯明不懂中国，因为共产党的阴谋诡计比这个要深得多。你伯明、余茂春，你对中国你搞不清，可以讲胡锡进最了解中共他的险恶手段，他的统一战线的渗透手段。中共用美色、用金钱、用各种小吃品、用更换器官来捆绑外国政要的手段多了去了。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中共做不到。伯明之所以在英国的智库上面发表他这一番关于中共对全世界渗透、红色意识形态渗透的，给全世界造成文明倒退的影响，他之所以用中文发表这一番谈话，实际上主要是给那些懂中文的人听。同时呢，他也是在提醒欧洲，也就是现代的文明倒退啊，它是全球一个道德的沦丧，是这个倒退整体的滑坡。它不仅仅是中国的这个红色文化渗透的问题，因为中共是趁着西方这个白种思维这个泛滥，然后中共呢趁虚而入。因为西方欧洲也好，美国也好，必须要考虑他们受到这个白种文化的这个影响以后，欧洲的整体文明是在下降的，欧洲的道德观是在堕落的。法国最近就是因为有一个历史老师，他在课堂上面去谈到了对穆斯林暴力的不满的这件事，然后呢就居然被一个学生把他呢就砍了头，而且这个学生来砍头的时候，他并不认识这个老师，对这个老师呢，他本人的这个状况呢，他是需要这个老师同班的几个年轻的学生帮助指认的。最终有3个年仅14、15岁的学生帮助凶手指认了老师以后，然后这个老师最终被凶手砍了头。那么从这件事情上，你就可以看出什么呢？除了穆斯林文化在法国、在欧洲的不断的侵吞，导致了法国的正义道德观的下降，也导致了法国、欧洲的这个教育水平的下降。也就是现在欧洲教育出来的年轻人，他们再也不是我们过去所看到的电影英俊少年的那些年轻人，那种敢于担当、为正义而战的年轻人。而看到的是出卖老师，让凶手把老师头割下来的这些法国的年轻人，更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白种的年轻人，他们追求的那种疯狂，实际上是人类的道德沦丧。前几年法国的这个《查理周刊》因为讽刺穆斯林，最终呢，他这个《查理周刊》呢有10几个人遭到了斩首。因为目前现在这个法国的历史老师呢又被砍了头以后，导致了法国民众极多的不满。这种不满，他们不过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他们把《查理周刊》讽刺穆斯林的漫画和历史老师生前的照片都投影到当地法国政府的一栋大楼上。他们用这种方法来纪念《查理周刊》和这次被砍头的这个历史老师。但是他们有没有想过，法国的悲剧应当怎么去克服？
你现在不能从根本上正本清源，那么今天这个法国老师和查理·泽康这10几个无辜献出生命的这些法国人，他们的悲剧是不可能在今后就避免的。这就是历史在倒退，文明在下降，人们的道德观在下降。因此，美国今年的大选实际上不仅仅是拯救美国，也是拯救世界，拯救人类文明。可以讲，川普总统之所以他必须要当选，就是因为川普总统他已经在重塑美国的基督文化的道德价值观。你看，川普总统就任第一个任期都没有满，川普总统他首先就承认了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而这个承认就决定了以色列正本清源，而且推动了中东和平，使得以色列和很多阿拉伯国家现在都缔结了外交关系。那么这个是重大的突破。毫无疑问来讲，川普总统的这个举措对全美的犹太选民是有极大的促进作用的。我觉得犹太民族，美国的犹太选民一定都会投川普一票，因为川普总统通过他的努力，已经缔结了以色列有多个阿拉伯国家，他们已经缔结了正式的外交关系，结束了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长达70多年来的战争敌对。所以说，川普总统他获得这些选民支持是理所当然的。同时，川普总统在华盛顿一再遏制了政治正确，也就是不仅仅是打击民主党那些恪守着政治正确的那些腐朽的政治官员，包括共和党的这些建制派大佬，都在川普总统排杆沼泽的这个范围内。所以，川普总统因为他保持了基督教主流地位的这个文化，他恢复了美国基督文化为主体的这个传统的价值观。对于那些追寻基督文化的美国的保守派的民众，他们当然会投川普总统一票。你看，川普就任第一个任期，他就提名了3名保守派大法官。这个提名保守派大法官，实际上就是把基督教的价值观和现任的美国司法系统让它保持一致，而且可以延续多年。同时，川普总统坚决打击了共产主义无神论对美国的渗透，严厉打击了中共的专制政权。无论是从他撤销中共在美国休斯顿领事馆，还是打击中国在美国渗透的前任学者中共的共军，他们划动用签证欺诈的方式进入美国。同时，美国已经宣布了共产党员在美国是不能办理移民、不能办理绿卡的。所以说，川普总统对中共的这个打击，他是言之有物，是立竿见影的。在这种情况下，支持川普总统的当选，让川普总统获得一个连任，除了重塑美国的价值观，制造美国的再次伟大，也是决定了共产党能够早点灭亡的重要的美国的基础保证。为了这一天，我们大家都应该投川普总统一票。好，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讲到这里，谢谢大家。